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华泽子苑所著的《优化大脑能力提升2倍》这本书。这本书主要讲述如何通过大脑内的物质来提高工作效率，并提升生活质量，属于基于脑科学的高效工作方法指南。今天我将重点讲解2种与动力密切相关的大脑内物质——内啡肽和乙酰胆碱。合理利用这2种物质，可以让您成为能够持续发力的身体，焕然一新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脑内物质乙酰胆碱；第二，脑内物质内啡肽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大脑内物质乙酰胆碱。稍微插一句题外话，有时您可能会觉得提不起劲，没什么干劲。我自己也经常有些事情觉得麻烦，不太想动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哪怕只做一点点，开始行动，情况往往会发生变化。很多关于工作效率的书籍都会提到，当您没有动力时，不妨先试着动手做做看，而你会发现，动力似乎会慢慢涌现出来。这背后的原因，正是乙酰胆碱在发挥作用。关于动力产生的机制，我想稍微解释一下。大脑中有一个叫做伏隔核的区域，是大脑中的一个重要区域，位于大脑的边缘系统中，主要与动机、奖励、快感以及成瘾行为有关。伏隔核在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作用下，调节人们对奖励和愉悦的感知。当伏隔核的神经细胞活跃时，我们就会感到有动力。比如，当您吃到一块美味的巧克力时，伏隔核就会释放多巴胺，让您感受到快乐。这就是它作为大脑奖励系统的一部分发挥作用的例子。不过，这些神经细胞只有在受到了足够强的刺激时才会开始活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您一直等待动力的到来，却什么也不做，那伏隔核就不会受到任何刺激，自然动力也不会出现。反过来说，即便是讨厌的工作，只要您开始动手做，那个行为本身就会成为刺激，进而激发动力。此外，伏隔核还有一个自我兴奋的功能，当它受到刺激后，会进一步兴奋自己，此时乙酰胆碱就会分泌出来。通过这样的自我刺激，情绪逐渐高涨，动力也随之增强。此外，乙酰胆碱不仅能激发动力，还能通过作用于负责放松的副交感神经，使身体放松，从而提升创意能力。稍微涉及一些专业内容，乙酰胆碱的分泌会刺激海马体，并生成深度睡眠时的脑波、菲塔波，进而提高记忆力和创造力。那么，这种既能激发动力又能提升创意的乙酰胆碱，如何才能分泌出来呢？方法其实非常简单直接，因为乙酰胆碱是在身体放松时分泌的物质，所以您只需要小睡片刻或出去散步放松一下，就能促使其分泌。然而，作为一种工作技巧，重点并不在于有意的分泌乙酰胆碱，而是要关注乙酰胆碱在一天中分泌的时间段。乙酰胆碱主要是在下午和夜间分泌，因为它能够让身体放松，而这通常是在这些时段才会发生。由此可见，早晨和下午的工作安排应有所不同。比如早晨时，体内的五羟色胺、血清素和多巴胺占主导地位，这些物质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和逻辑思维能力，同时还能将前一天的记忆清晰地整理好，使得工作记忆的容量增大。因此，早晨应该处理需要高度逻辑性和专注力的工作，下午则是乙酰胆碱占据主导，身体较为放松，因此这个时段适合进行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工作。晚上思考创意也是因为乙酰胆碱的作用，在深夜时逻辑思维的束缚会减弱，固有的思维模式会被打破，这就意味着白天难以获得的灵感可能会在夜晚浮现，产生更多好的创意。此外，早晨的专注力非常适合独处，埋头处理事务，因此与人见面、交流并从中获取灵感这样的活动，更适合安排在下午。好了，关于乙酰胆碱的介绍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脑内物质内啡肽。内啡肽被称为脑内吗啡，
它的分泌会让人感到极度幸福，忘却疼痛，甚至有一种类似于麻醉的觉醒作用，真的是像麻醉药物一样。这种被称为脑内麻醉剂的内啡肽，其效果据说比吗啡强6倍以上。研究表明，内啡肽还可以增强脑细胞的连接，提高记忆力，同时极大提升创造力和专注力。这种带有强烈麻醉效果的物质为什么会存在于我们的脑内呢？其实这是为了帮助我们抵御疼痛、困苦等压力，将这些压力转化为幸福感，从而保护我们的身心。例如，大家可能听说过跑步后的快乐感，这是长跑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幸福感，正是内啡肽在发挥作用。类似的情况是，当我们深度集中于某件事情时，也会分泌内啡肽。因此，内啡肽不仅具有转换压力为幸福感的治愈效果，还能提高专注力和觉醒效果，是一种非常优秀的脑内物质，应该积极促进它的分泌。那么，如何才能让内啡肽分泌呢？实验表明，当人们下班回家与宠物玩耍时，内啡肽会分泌。此外，冥想或坐禅时也会产生美丽的 alpha 波，而内啡肽在 alpha 波出现时分泌。想要分泌内啡肽，就要创造 alpha 波的状态。当我们听音乐、闭眼放松、冥想时 ，alpha 波就会出现。这些行为都会促进内啡肽的分泌。然而，在工作中可能很难进行这些活动。这时，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促使内啡肽分泌，那就是获得愉悦刺激。当人类获得愉悦刺激时，伴随多巴胺的分泌，内啡肽也会容易产生。多巴胺和内啡肽本身都能带来幸福感，但当两者同时分泌时，产生的快感和幸福感是仅仅分泌多巴胺时的10倍以上。如果你还想要更多的内啡肽，这里还有几种促使内啡肽分泌的方法。首先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进行15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，达到有些气喘吁吁的程度。这从跑步后的快乐感中可以看出，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。大笑不仅能使人放松，还能促进内啡肽的分泌。当我们开怀大笑时，大脑会释放内啡肽，让我们感到愉快。这就是为什么笑是最好的药。这句话有科学依据，笑声能够提升情绪，带来一种自然的快乐。此外，还有一些行为也可以促进内啡肽的分泌，比如吃辣的食物或者油腻的食物。在实验中，科学家对老鼠进行了研究，他们让空腹的老鼠持续摄入油脂，结果发现内啡肽的前体物质即成为内啡肽的物质有所增加。除此之外，吃巧克力、泡热水澡、接受针灸等给身体带来一些压力的行为，也被证实可以刺激内啡肽的分泌。另外，在许多自我启发类书籍中提到的感恩的重要性，也可以通过内啡肽来解释。研究表明，无论是表达感恩还是接受感恩，都会促进内啡肽的分泌。通过这些行为，保持积极的情绪，内啡肽将持续分泌，增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，进而提高记忆力。因此，当遇到重大失败时，与其沉浸在消极情绪中，不如保持积极的心态，从失败中学到更多，这样失败的经验会更深地铭刻在记忆中，帮助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发生。内啡肽不仅在运动和疼痛中起作用，还与我们的日常愉悦感、幸福感密切相关。采取适当的方法激发这些大脑内物质的分泌，不仅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更有动力，还能帮助我们更从容地应对失败，并从中获得更深刻的经验与教训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